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讲个发生在澳洲悉尼的案件。那天像往常一样，在经历一夜的沉睡后，平静的社区迎来了喧嚣的早上。可有栋房子却安静的出奇，甚至是死寂。而这份死寂很快就被一个惊恐的911报警电话撕碎。而更恐怖的是，一个15岁少女在案发后居然搬到杀人凶手家中，与其一起生活了2年。要不要告诉他真相呢？这个计划会不会太冒险了？历经8年，终于有了答案。故事内容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讲述案件之前，先给大家看一段模糊的监控视频。画面中，一个女人坐在桌前，似乎是在使用着电脑，而旁边的男人则背对镜头整理着东西，两人还时不时有所交流。期间，男人提着一个桶消失在镜头中，随后便传来马桶冲水的声音。凭借这段视频，澳大利亚警方向法院提出指控，认为凶手就是镜头中的这个男人谢连斌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会让警方如此隐秘地监控一个家庭的活动？一切还得回到2009年7月18日这天说起。当天早上，林叔和丈夫谢连斌按例来到哥哥林明家串门，可走到门前，却发现哥哥住所出奇的安静。虽说是星期六，但依照哥哥的习惯，一家人应该早就起床了才对。带着疑惑，林叔推开了房门，却发现1楼不但空无一人，还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。她一边喊着，一边和丈夫走上了2楼。可刚到楼梯口，林叔就发现地上有很多血脚印，在卧室门把手上还发现了血迹。推开卧室，居然发现嫂子浑身是血躺在地上，房间内四处都是血迹，现场惨不忍睹。正当林叔准备走上前去仔细查看时，丈夫谢连斌把她拉到门口，说里面都是尸体，不要再看了。很快，惊恐的林叔便拨打了911报警电话。I need someone to come quick. Yeah, we are coming. You need to stop screaming and tell me what the problem is. Yeah, I think my brother's family, someone killed my brother's family. Why do you think that? Yeah, because I went to his house and I knocked down and the doors just closed and opened and upstairs find my brother. I couldn't find it. I'm not sure. Where's your brother? 警方来到现场后，发现2楼卧室一共有5具尸体。他们分别是房屋主人林明夫妇、林明2个年幼的孩子以及林明妻子的妹妹。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，5位受害者全都是在前一晚遇害，而且都被类似锤子的工具击打致死。原本祥和安静的社区突然发生1屋5命的惨案，消息一传开，就吸引了媒体的注意。几乎就在同一时间，另外一边正在外地旅游的15岁女孩林俊，那天中午像以往一样打开 Facebook， 准备分享自己的旅游照片。可照片还没传，他就发现自己主页里多了很多奇怪的留言，例如你还在吗？真不敢相信你们家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。正当林俊摸不着头脑时，他的同学发来一篇新闻链接，然后说你们一家5口在昨晚被人杀害，还好你没在家。看到这样的消息，林俊起初以为同学在开玩笑，直到姑姑林叔打电话叫自己赶快回家时，他才知道这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居然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回到悉尼后，林俊看到自家房子被围了好几层警戒线，他本想冲进去看看现场，却被姑姑拉了回来。姑姑林叔告诉他，暂时先住在自己家中，等警方取证完成后再看看如何打算。法医报告显示，住所中的受害者都是在昨晚深夜时遇害的，而且前后几乎是在同一时间。在房屋的窗户和大门上，警方没找到暴力破坏的迹象，这说明凶手应该是直接从大门进入。凶手要么是会开锁，要么就是知道住所备用钥匙放在哪儿。潜进住所后，凶手第一时间断了房屋的电，然后走到2楼楼梯右侧的主人卧室，用钝物击打了林俊的父母，接着又走到楼梯左侧的客人卧室里，杀害了林俊母亲的姐妹，最后则是第3个卧室里的2个孩子，也就是林俊的弟弟。可奇怪的是，这5名遇害者的卧室房门上都有血迹，
唯独林俊的房间没有任何血迹。即使是门把手，凶手在连续谋害5人后，为何突然停止作案呢？难道说附近邻居发现异常后向警方报警吗？可接警记录显示，当晚该地并没有人报案。法医报告显示，林俊父母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，凶手应该是使用类似锤子之类的作案工具，而且很可能是蓄意报复。这跟探员的猜想一致，因为林俊家中所有贵重物品都在。虽然法医没有找到第三人的指纹，但在地上他们发现了40多个血脚印，其中24个明显是来源于一种运动鞋，尺码在8.5到10.5之间。可在接下来的调查中，探员发现了奇怪的地方。其一，当天进入案发现场的是房屋男主人的妹妹，也就是林叔和她的丈夫谢连斌。可根据林叔的口供，在发现哥哥一家人遇害后，丈夫谢连斌没有试图上前抢救。作为一个医生，谢连斌此举有待商榷。其二，在警局冷静下来后，林叔说自己当时看到了4具尸体，可丈夫谢连斌说看到了5具尸体。可按照当时2人所站的位置，谢连斌不可能会看到5具尸体。警方最初到达现场时，也只是看到4具尸体。房屋男主人林明的尸体被床上的羽绒被盖住，隐藏在一个角落里，直到警方排查后才被发现。其三，发现亲属遇害后，谢连斌把妻子林淑一人留在了2楼，自己则出门拨通岳父岳母的电话，还自己开车把2个老人接来，准备处理后事。按照中国人的习惯，正常来说是晚辈先行处理，然后再找适当的时间点通知老人，毕竟老人很容易受到刺激。其次，警方获悉谢连斌平时喜欢在周六睡懒觉，在案发后的次日早上，他很早就起床打扫车库，而他的住所和案发地只有300米的距离。当然，以上4点只是逻辑上的疑点，并没有具体的证据支撑警方的想法。警方最多只能让谢连斌到局里接受审问，24小时后就得乖乖放他回家。出于合理的怀疑，警方还是在案发5天后搜查了谢连斌的车库，但没有发现明显异常，周围也找不到带血的工具。案发半个多月，警方在完成林俊住所的取证工作后，将一批家私物件搬到亲属谢连斌车库中存放。案发10个月后，警方第2次检查谢连斌的车库时，在地上发现了一个血滴污渍，检验后发现该污渍含有数位死者的 DNA。于是警方以谋杀罪的嫌疑逮捕了谢连斌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在谢连斌家中，警方也发现了更多的证据，包括他家中的一个按摩手柄，它符合法医对凶器的描述，被认为是用包裹着纱布的锤状物体。其次，案发现场的20多个血脚印来源于亚瑟运动鞋，而谢连斌家中刚好有亚瑟运动鞋。法医报告还指出，部分死者是先死于窒息，然后被人用钝物击打，而谢连斌是一名耳鼻喉医生，知道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迅速窒息。法庭之上，检方以蓄意谋杀的罪名向法院起诉了谢连斌，但谢连斌坚决不认罪。对于检方的指控，他的律师给出了不同的意见。其一是那个被警方称为铁证的血滴，辩方律师说，案发5天后，警方曾仔细搜查谢连斌住所，按理说第1次搜查是最详细最全面的，但在车库都没有发现血滴，可偏偏在警方将死者的物件转移至他当事人车库后才发现。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，是警员在搬动死者物件时，上面的血滴落在了我当事人的车库中，这才造成警方误以为找到犯罪证据的错觉。其二，案发现场明明有40多枚血脚印，可为何警方却只抓住其中20多个对我当事人不利的血脚印，对另外一部分的血脚印为何避而不谈呢？甚至会不会存在凶手是2个人的可能呢？我这么说也是有合理证据的，因为就在案发前2个月，房屋遇害主人林明目击了他报刊店对面一起银行抢劫案。作为目击证人，林明不但出庭作证，还在媒体上公开露面，所以林明一家的死完全有可能是歹徒的恶意报复。综上所述，控方是故意将犯罪嫌疑强加在我当事人谢连斌身上，同时我对警方调查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性保持怀疑。对于辩方的陈词，检方也给出了自己的说法。林明案发前2个月的确以目击证人身份公开作证，但警方调查后排除了这帮匪徒的作案可能。这帮人除了2个逃窜在外的成员，其余人都在警方的密切监视下。案发10个月后，
警方也抓捕了这2人，证实他们没有作案的机会。同时，检方还爆出了惊人的猛料：案发后，死者的女儿林俊表示，自己此前一直受到姑父谢连斌的侵犯，包括案发后住在姑父家的2年时间里时，姑父曾数次用手触碰自己的敏感部位。检方还表示，林俊卧室门把手之所以没有血迹，完全是因为凶手知道那个房间的主人就是林俊，更知道当时林俊外出游玩不在家中，谢连斌刚好具备这些条件。即使他妻子坚决认为凶手不可能是自己丈夫，但他们都拿不出有效的不在场证明。而且在和别人交谈中，谢连斌也数次用轻蔑的言语形容死者一家人。最后，根据警方在谢连斌家中秘密安装的监控，谢连斌曾把鞋盒撕成小片，然后冲入家中马桶。而就在前几天，警方曾告诉他说，在林家发现的鞋印和他的亚瑟运动鞋相匹配。如果不是做贼心虚，为何谢连斌要撕毁鞋盒后要将其冲进马桶？所以这一切都说明凶手就是谢连斌吗？听完检方这番话，小袁也觉得凶手10之8九就是他了。可检方刚说完，辩方又怼了回来：其一，我当事人家中的按摩设备跟法医说的锤子状凶器没有确切联系，疑似不等于符合；其二，澳大利亚穿亚瑟运动鞋的人不止我当事人一个；其三，我当事人将事情告知死者父母，完全是正常的操作。他之所以开车接2位老人到现场，是考虑到老人乘坐公交车会很不方便。其次，用什么样的方式毁掉鞋盒，完全是我当事人的个人习惯，不足以构成我当事人就是凶手的直接证据。最后，我当事人与那位囚犯的谈话没有被记录下来，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他是在污蔑我当事人。这里小编要补充一点，在案发后，由于对谢连斌的怀疑，警方曾明确告知他会被监视居住，但并没透露安装微型摄像头的事情。出于合理的怀疑以及对林俊合理的保护，所以并不构成侵犯隐私权的说法。回到正常的思路，假如凶手真的是林俊的姑父，那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？根据警方的说法，谢连斌认为，只要除去林俊亲人，那他就可以用亲属的身份获得林家的部分遗产。因为此前林俊父母靠销售报刊等生意赚了很多钱，让人很是羡慕和妒忌。同时，林俊也会因此和自己住在一起，如此一来，对他的侵犯就更加方便。可以说，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。但他没想到，在案发6个月后，警方就将嫌疑转向了他。没把凶手是姑父的嫌疑第一时间告诉林俊，也是为了让他的姑父露出马脚。从2009年7月案发开始，到2017年1月，在经历4次审判后，法院终于判处谢连斌蓄意谋杀罪成立，判处5个无期徒刑，不得假释。林俊怎么也想不到，离家前在机场与父亲的分别，却是人间与天堂的永别。2009年7月18日那天，悉尼很冷，可更冷的是这天，一个15岁的女孩失去了爸爸妈妈和2个弟弟。林俊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痛苦，也没有言语能形容我的痛苦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在机场与爸爸分别那天，当着同学的面给他一个拥抱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